去年 Netflix 请帅爆棚的 Charlie Hunnam 演变态杀人狂，他想了又想，最后演了，还去墓地拜祭了这位恶魔。他就是 Ed Gein， 你猜对了吗？虽然 Ed 的恶人标签上只有这3条罪，但光他一个人就给30多部影视贡献了猛料。最经典的有希区柯克的 Psycho、 沉默的羔羊里的水牛 Bill， 还有各种版本的德州电锯杀人狂等等。 Ed 的种种恶行都是在家里做的，是个农场，就在美国北部威斯康星州的 Plainfield 平原镇，所以老美都管他叫平原屠夫和平原食尸鬼。希区柯克在《惊魂记》里给他家变得更恐怖了。其实真实的魔窟还挺有乱世佳人那种怀旧农场的氛围，或者像俄国的古典油画，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掉了，现在只剩下一片草地和树林。最吓人的疯狂嗜好是深夜跑到墓地去就地取材，然后回家进行手工艺改造。他把这些东西缝缝补补，改造成了家里的各种日用品，像什么家具、饰品、生活器皿，甚至还把它们做成了10几副极其逼真的面具，连头发和妆容都保存得好好的，光想想就浑身发冷。警方深夜推开门时看到的全是非正常的肉和骨架，冰箱里还有新鲜的。 Ed 就是沉默的羔羊里的水牛 Bill， 他更过分，用特殊标本加工成女装，穿上这些女性装备，在月光的农场里走来走去。最让人痛心的是，他的魔爪还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警方曾高度怀疑，有几名失踪的年幼少女可能都遭遇了他的毒手，并成为了他那些扭曲实验的牺牲品。当时办案人员估计，死在他手里的至少有4、5个人，但由于时间太久，很多线索早就彻底断了，没法一一查证了。Ed 精神错乱，交代不清楚，被捕时脸上还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让人头皮发麻。Ed 跟警方说自己是在神志不清时才去挖那些东西，有时他会突然清醒过来，马上 stop， 还说这些不当行为只发生在1947年到1952年的5年里。事后他感到懊悔，曾把一些人重新埋回去，这儿就是当年 Ed 盗挖的墓园，很古老，甚至有美国内战的死难将士。Ed 另外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恋母情节，这跟电影《惊魂记》里演的一样。他的母亲是极度狂热严厉的宗教控制狂，母亲死后 Ed 将他生前住的卧室和客厅用木板封死，这2间房常年保持一尘不染，亮堂圣洁，在 Ed 心中那是不可侵犯的圣殿。而他自己住的房间呢，则是堆满了坟里刨回来的东西。这种半边是圣殿，半边是嗜血模糊的切割，是他精神分裂的投射。1957年11月 Ed 被捕后确诊为精神病，被送进了 Asylum， 没坐牢，后来得癌症死了，享年77岁。因为恶名远扬， Ed 的墓碑被画满了涂鸦，还被敲碎，后来又被偷走，警察找回来后就存档在警局了。现在他的父母和哥哥中间没有立碑，但 Ed 就埋在这儿。据说他的哥哥亨利也是被 Ed 杀的，因为哥哥常骂母亲是变态老女人， Ed 气得杀了哥哥。 Ed 对母亲过于依恋，哥哥在他眼里是争宠的对手和眼中钉，所以把哥哥弄死在自家的沼泽地里了。这是帅哥影星演绎的 Ed。 Had this huge cultural influence. Plainfield, are you? Eddie, leave the girls alone. Don't mean nothing by it. Just wanted to welcome her to town is all.
地球人都知道这张脸，美国汉尼拔 Jeffrey Dahmer， 看看这没心肝的样子，好像是爱杀爱剐随便，死不悔改。他被称为现实版的汉尼拔，但犯下的恶行比电影更疯狂。他不仅夺走生命，还对被害者进行残忍的手段和实验，完全泯灭人性。连他自己都说，我的欲望无法停止，我该死。从1978年到1991年，他又杀了17名年轻男子，并侮辱了他们的身体。受害人大多是黑人，也有亚裔和拉丁裔，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4岁。这前后13年里，他有3个家，每个都留下了他的罪恶。第一个是在俄亥俄州巴斯镇，这是他父母家，他长大的地方。在这儿，他第一次杀人，刚刚高中毕业，18岁，受害者也是18岁，正好在路边拦车搭个便车，被 Jeffrey 带回了家。两人在家玩得很高兴，因为父母不在家嘛。结果人家要走时 Jeffrey 不让，然后就把人家做掉，埋尸后院。Jeffrey 4岁开始对解剖动物感兴趣，当化学家的爸爸教会他用化学剂，还以为自己在培养未来的化学家，结果他成了连环杀手。1982年，22岁的 Jeffrey 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奶奶家，挨着密歇根湖的大都市，叫 Milwaukee。在奶奶家的地下室，他谋害了3个人，包括最小的受害者才14岁，还在他活着的时候2次用化学剂对大脑进行毁灭性破坏。其实第一次时，小孩成功逃跑，路人还帮他报了警，可惜他迷迷糊糊说不清楚。正好 Jeffrey 赶到，骗警察说这是情侣之间的吵闹，警察还真信了，把可怜的小孩又送回了虎口，他才最后遭殃。特别可惜，民众都出来抗议了。其实好几次 Jeffrey 都被举报，还被拘留，可是警察没有清查他住的地方，多次被他蒙混过关。1990年，连亲奶奶都无法忍受 Jeffrey 在家里整出来的恶臭，和他老带男人回家过夜。于是 Jeffrey 搬进了市中心一栋普通的公寓213号房。14个月后，他被捕。期间，他每天和邻居坐同一个电梯上下班。当时他在一个巧克力工厂打工，很多人都觉得 Jeffrey 很友善，是个宅男，不爱说话，社交，但心眼特好，真的很讽刺。也是长这么帅，容易获得好感，可做点什么不好呢？非要害人。狐狸总要露出尾巴来，时间长了，由于他常年在家里放肆的大卸八块，213号房的门缝里总飘出一种特别刺鼻的漂白水，怪味儿，腐肉味儿。每次隔壁老太太抱怨时， Jeffrey 就穿着干净的衬衫，非常礼貌地给人微笑道歉，很 sweet， 说哎呀对不起，我的冰箱坏了，里面的肉放坏了。有一次甚至把臭味归咎坏掉的旧鱼缸。他高智商体面的外表让整栋楼的邻居都被蒙骗了，无意中帮他隐瞒了下来。Jeffrey 的房东后来作证说，当时气味时有时无，也可能是楼里的问题或附近的垃圾箱。有些人确实跟房东投诉过他的租客老弄出臭味，所以房东提供了额外的清洁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房东甚至还进了 Jeffrey 的213房查看，但因为总得提前通知他嘛，所以 Jeffrey 就提前清理藏好了一切。 Jeffrey 特别擅长伪善，邻居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就给钱，还说不用还。其实他不仅狡诈，而且严重缺乏同理心。他不是没想过受害者的感受，他只是不在乎，他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且说要就要，立刻马上。终于在1991年，最后一名幸存者成功逃出 Jeffrey 的魔窟，并带来了警察。213号房的罪恶黑幕被彻底揭开。警方在 Jeffrey 家发现了极其骇人的景象，而后又搜出更多说不出口的非正常标本。这个家是个扭曲的恐怖陈列馆。
1992年 Jeffrey 被控16项谋杀，判了999年监禁，但很奇怪，他放弃辩护，说自己罪无可赦。仅仅1年多后，他便在监狱中迎来了终结。在一次监狱的日常劳动中，他被一名同监狱的犯人袭击，因头部遭受重创，在送医途中伤重身亡，时年34岁。根据调查，袭击者的动机2个，一个是无法忍受 Jeffrey 在狱中的恶劣怪癖，他经常用食物摆出各种让人不适的形状来挑衅和戏弄他人；二是要对 Jeffrey 侵害少数族裔的恶行进行惩罚。Jeffrey 的同学也以他为耻，合照上把他给剔除了，只剩个黑影。Jeffrey Dahmer 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专家诊断出他有好几种精神问题，也跟成长的经历有关吧。不过故事真是太长了，有想听的朋友可以留言，我再专门单做 Jeffrey Dahmer 的魔头养成记。好啦，今天就先到这儿，其他的魔窟我们会继续做。您对刚看完的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谢谢。